刚好肖长坤和马兰都在客厅，叶晨便对两人说道：“爸妈，出然发视频了，我就在这里接一下。”两人连忙答应，随后也不再相互敌对。于是叶晨便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接听。视频连接成功后，肖初然清秀柔美的脸庞便出现在手机屏幕上。见到叶晨，肖初然惊喜地说道：“老公，你到家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：“我今天刚回来，给你看看爸妈。”说着，他移动手机，将肖长坤和马兰都拍了进来。肖长坤关切地问：“闺女啥时候回来啊？爸都想你了。”马兰则连忙说道：“好闺女，别听你爸瞎说，妈虽然也想你，但你现在好不容易跟美国费家合作，这是多好的机会，一定要以事业为重，实在不行妈去美国照顾你去。”肖初然笑着说道：“妈，我给叶晨发视频就是想说这件事儿，这不是刚跟费小姐他们开完早会吗？美国这边的项目出了点法律上的问题，暂时需要先暂停一段时间，具体时间还没定，所以我打算先回金陵。”马兰一听这话，不禁有些失望，开口道：“那么老大的费家，还搞不定一点法律问题？”肖初然笑道：“搞不搞得定，也要人家律师介入之后，走了司法途径才能知道的。”马兰说：“我的意思就是，他们难道没能力直接一步到位把问题解决掉吗？”肖初然只能解释道：“再有钱也要遵循法律啊，既然是法律层面的问题，就肯定要在法律领域解决。”算了算了，马兰有些扫兴地说道：“本来还说过几天去美国陪你呢，你回来就回来吧。”说着，马兰又道：“对了闺女，他们不会拿这个当理由拖欠你的薪资吧？妈跟你说啊，这种事儿绝对不能惯着他们，是他们的问题导致项目暂停，该给你的钱一分也不能少。”肖初然无奈道：“妈，你怎么开口闭口全是钱啊？”马兰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现实社会，开口不谈钱谈什么啊？难道谈感情啊？”叶晨见马兰如此扫兴，赶紧开口道：“媳妇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定时间了吗？”肖初然道：“我是想今天先把这边项目的资料和进度封存一下，遗留问题解决解决，没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我就抓紧时间回去。估计明天完不成的话，最迟也就后天了。”叶晨问他：“机票看了吗？后天有没有合适的航班？”肖初然道：“费小姐说直接安排费家的专机送我回去，但我不太好意思，专机飞一趟费用要上百万，怎么好让人家破费？”马兰赶紧抢话道：“闺女，那你就坐普通航班回来，私人飞机的钱就让他直接给你折现好了，折现100万。”叶晨赶紧道：“人家费家有的是飞机，平时不飞扔在那也是要养着的，多飞一趟的实际成本其实没那么高。另外就是从纽约回金陵没有直飞的航班了，中间还要转机，太折腾，老婆，还是让费小姐安排专机送你一趟吧。”肖初然有些为难地说道：“可是那多不好意思啊。”叶晨道：“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再说这本身就是费小姐的提议，回头我会打电话谢谢她的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你去美国这么久，我和爸妈都挺想你的，忙完手头的事情就赶紧回来，费小姐安排飞机送你，你忙完直接去机场，在飞机上睡一觉就到家了，不然出发要等航班起飞时间，中间还要转机，还不知道要耽误到什么时候。”肖初然见叶晨都这么说了，便也轻轻点了点头，吐了吐舌头，低声道：“其实我也想早点回去，就是觉得让人家破费不太好意思。”叶晨笑道：“那以后老公赚钱买架私人飞机，你就不用不好意思了。”肖初然当作是开玩笑，随口说道：“好是好，可我也不想你太辛苦。”说着，一个职业女性来到肖初然办公室，客气地说道：“肖女士，咱们下一个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您看是不是往后推一推？”肖初然连忙说道：“不用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说罢，她便对叶晨说道：“老公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马上还有个会，要碰一下后续收尾的问题，回头再跟你说。”“好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你先忙，什么时候忙完了再聊。”挂了视频，马兰便不由得嘀咕起来：
哎，你们说，出然给那个费小姐干活，那个费小姐得给她多少钱？他们那个费家好像很厉害，给个1800万的，应该不算多吧？萧长坤白了他一眼，反问：你当有钱人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给有钱人干活，也无非就是个行情价啊。难道给苹果公司扫地的保洁一年也能赚上100万美元吗？马兰鄙夷地骂道：萧长坤啊，萧长坤，你他妈可真有你的，有你这样拿自家闺女跟保洁员比的吗？合着在你眼里，我们出然就跟苹果公司的保洁一个水平？萧长坤忙道：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就算是给苹果公司干活，也无非就是该拿多少拿多少。出然虽然在他那个领域做得不错，但一年下来有个几百万收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才去美国多久，你就想让人家给出然1800万，那不是扯淡吗？马兰不屑地说道：一看你就不懂人情世故。那费小姐没少找好女婿帮忙看风水，就冲好女婿的面子，她也不会少给。叶晨听两人见势就吵，也有些头痛。恰好这时候手机微信收到费可欣发来的信息，内容是：叶先生，您方便接电话吗？叶晨便开口对马兰和萧长坤说道：爸妈，我先回房间了。说罢便起身上了楼。回到卧室，叶晨给费可欣打了一个语音通话。电话接通之后，费可欣恭敬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这么晚打扰您了。叶晨道：费小姐客气了，刚才出然给我发视频，你那边已经开始收尾了对吧？对，费可欣道，为了不让您太太怀疑，我就把正常该有的流程都安排上了，等收尾完成之后，您太太就可以回去了。说着，费可欣又道，工地现在对外宣称的情况就是法律层面有些纠纷，但我也对外放出风去了，正在想办法寻求庭外和解，尽可能不要闹上法庭，所以这件事情的解决速度可快可慢，一切看您这边需要。您要是不再需要您太太来美国，这个项目也可以一直搁置。如果您下个月又需要您太太回来，我可以直接宣布已经和对方达成和解，可以恢复动工。叶晨心中赞叹费可欣的聪慧机敏，于是笑着说道：辛苦费小姐了，安排的这么周全，而且进退有余。费可欣忙道：您客气了叶先生，这都是可欣应该做的。叶晨想起水云山庄的规划，于是便问他：费小姐，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费可欣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叶先生您说，无论在不在可欣能力范围内，可欣都会尽全力尝试。叶晨笑道：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我想把你水云山庄的别墅买下来，那地方地理位置很好，离香榭丽也很近，我打算把整个别墅区都拿下，做点其他规划。费可欣微笑道：没问题叶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之所以买水云山庄的别墅，也是为了找个机会接近您，他已经完全发挥了他应该发挥的作用，您需要就随时拿去用，我会让华夏那边的工作人员把产权资料过户给您。叶晨也没跟费可欣客气，便道：那我就谢谢费小姐了。费可欣道：叶先生太客气了，能为您效劳是可欣的荣幸。与费可欣达成一致，叶晨便又给王冬雪打去电话。王冬雪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接过叶晨的电话，所以声音有些按捺不住，激动地说道：董事长，您找我有事吗？叶晨道：冬雪，水云山庄的情况你了解吗？我想把它全部拿下来，但是又不能大张旗鼓地拿，所以价格上不能出得太离谱，以免被有心人察觉，你觉得有没有难度？水云山庄，王冬雪沉思片刻，开口道：董事长，水云山庄应该是个有一定年头的别墅区了，我接手帝豪集团之后，看过帝豪集团以前的资料，那块地当初帝豪集团也准备竞争，后来因为周边实在缺乏配套，后来就放弃了。那边在郊区山里，这些年也一直没开发到那边，房价也没涨起来，拿下来应该难度不大。叶晨心下一喜，便道：冬雪，那你就帮我安排一些能力过硬的业务人员，先摸清楚水云山庄的业主信息，分析一下水云山庄目前的入住率，
再分析一下入住业主的年龄层次和从业情况，等掌握所有信息之后，再去1对1私底下接触水云山庄的别墅业主，可以用帝豪集团以及不同人的身份，逐一的把水云山庄的别墅全都买下来。价格上可以有上浮空间，但一定要把握好力度。房地产的从业人员嗅觉都很灵敏，要是被他们知道有人在用不符合市场行情的高价收购水云山庄，肯定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我希望你在保证不被人察觉的前提下，从快从速把整个水云山庄全拿到手。王冬雪立刻说道：好的，董事长，这件事我去安排，有任何进展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。拿下水云山庄来秘密搭建一个基地，是叶晨眼下没有办法的办法。金陵本就是个内陆城市，而且人口密度很大，想找一个完全不受打扰的地方几乎是痴人说梦，所以只能想办法暗度陈仓。其实叶晨也想过，是不是买一座私人岛屿来进行全面改造，但在华夏，想买一座岛屿并且完全自由改造的可行性不大。如果想购买永久产权的岛屿，那走正规途径的话，基本只能选择美洲、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，这些地方距离华夏太远，而且小型岛屿无法建设大型机场，也就很难起降中长程客机。去较远的地方还要先周转到附近的大城市，不够灵活机动，所以在叶晨看来，目前还没有任何实用意义。马尔代夫以及许多小型群岛国家虽然也会变相出售自己的岛屿，但他们的出售是有大量前置条件的，首选一个就是经营属性，岛可以几万美元就卖给你，但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开始动工建设，而且还不能建设成私人庄园，必须建设成商用酒店，同时还要通过政府验收。这样一来，拿一座岛就至少要投资上千万美元来建设一个岛屿度假酒店，根本不可能私下改造成秘密基地或者堡垒。不过改造水云山庄的想法也确实给了叶晨一个提醒，他觉得自己可以提前留意现如今的岛屿市场，一旦有合适的，提前下手，提前动工。毕竟改造一座岛屿的时间成本是很漫长的，就算有再多的钱，基建工程也必须一步一个脚印。在包括美国的大多数国家里，修一条路可能都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，就更不用说来改造一座岛屿了。而且既然改造，就要秘密改造，最起码也要表面一套，内里一套，这就必须要有绝对可信的施工团队。叶晨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万隆店以及哈米德麾下的工程兵。若是真选到合适的岛屿，施工方面必然要交给他们才能放心。